关于人物的默写啊，我们就讲一些具体的东西。首先呢就是体块的基本运动规律。那么体块呢，我们之前花大量的时间，就是基础课的时候练过很多，讲过很多。那么这个东西呢，也不指望一次讲课就能够让大家烂熟于心，这个是需要反复的。就是不光是我们上课啊，自己也要有这个意识啊。你再去听这个内容的时候，你要回顾一下之前是怎么讲的之前在你脑海里的那些知识点要调动起来这是一点。基本的运动规律，这个呢是我们画人体动态的时候之前必须要掌握的一个。但是呢，我们也不是完全按照规律去画一个人就能够画出来一个好看的动作。那么怎么样才能把人物动作编得好看呢？还要涉及到一些角色的这个动作的设计。那么这个人物你要有一些代入感，你去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这个人，你会摆出什么样的动作？那么让你去拖地，让你去扫地，让你去打扫卫生，让你去擦玻璃，你会怎么做？这样一想，你这个动作的特征就出来了。你这个动作有特点了，有特征了，你就能够大概知道该怎么去构建这个人体的体块。那么就自然就出来了这种真实的、自然的、生动的人物形象了。那么画完一个人呢，还需要着装。那么这一块我们就暂时就不做这个具体的讲解了，因为这里的涉及到的东西比较多。像服装的样式啊、款式啊，这个需要大家日常去多积累，你去多看，你画你喜欢的东西。比如说配饰啊，他喜欢戴什么帽子啊、眼镜啊、口罩啊、手表啊、手链啊、挂饰啊等等，还有其他的，你多去看，你记忆一些你常用的，慢慢的你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这个作画习惯。你在画人物的时候呢，就不会画的比较空了这些东西呢就不用做过多的演示，你自己去看你就知道该怎么去画了，你自己去找一些素材然后这个服装也是同样的。然后译文的规律在咱们这个练习册第二册后边有这个内容。如果译文规律掌握的不是很熟练的同学，可以去看这个练习册，照着临摹和这个描摹。那么我们再回到基本的运动规律再回顾一下首先呢是中轴部，中轴部呢就是头、胸、胯这三个大的体块，这三大体块在空间中的状态，之前一直是我们在强调的。它的朝向要有差异。我们画一个方块，它要有这个中线，中线呢也是交代朝向比较关键的一个要素，让它形成动态。只要朝向上有变化了，那么它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死板，那么僵硬。那么中轴的动态呢，无非就是前俯后仰、扭转。头和胸这个运动的方式是差不多的，胯是相对固定的，因为胯部是人体的中心，体块一定要摆弄清楚，在你的头脑里要有非常清晰的人体的基本体块这个概念。然后就是在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大小的比例，头多大，胸腔多大，胯多大，符合一个正常人的这种比例，它看起来像个人，不能差太多。这是中线。那么然后就是上肢和下肢了，上肢在上半身，下肢在下半身。那么上半身里边的这个手臂，主要的也是柱体的朝向，然后柱体的朝向主要就是注意这个角度和长短。经常有同学出现的问题就是没有长短变化，画的柱体都是一个长度的，那么一个长度的它看起来就是平的，它没有纵深。那就是肩部、肘部、腕部这三个地方的运动，你不能画一个胳膊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手肘，然后前臂，然后手，这个就是僵直的。有一点弯曲的弧度往前来，然后手腕这里也有点动作，看起来就会是自然的，就是有动作就自然，有角度朝向的变化它就自然。然后腿部呢是一样的，然后主要就是要注意的是比例问题剩下呢我们在示范里面再具体来讲。首先还是头胸胯，头是一个长的体块，胸腔是比头大的体块，然后胯是比较短的体块，这里呢可以窄一些，这里宽一些。然后在胸腔和胯之间还有个腹部，腹部是柔软的形状，然后颈部也是一个柔软的形状，这个是中线。让它动起来，我们可以让这个头低下来，然后呢再来点旋转，那么正面脸就变到哪儿去了呢？正面脸就变到这边来了。低头能看见顶面，转头能看到侧面，然后中线跑到这里来。但这个头和胸腔相比，它有动作了，它有角度的变化了，那么它就感觉自然了。然后胯部可以有点角度的变化，如果是一个站姿的话，这个胯呢可以一高一低，如果往下接这个腿的话，它就可以有一前一后，这个动作呢它就开始自然了。那么肩头出来的是手臂，
这个是上臂，这是前臂，然后手腕接个手，多多少少它会有一点角度的变化。那么我们让这个手抬起来，手臂产生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肩这里面首先动的少，一般的动态下啊，这个手肘这里面动的比较大一些，对吧？手肘往前抬，然后把这个手肘这个关节挡住，整个手肘呢变短，然后这个手腕也是往下折一下，这个手掌呢露出来，你看有纵深，它抬起来之后它就有空间。然后呢，它还这个长短的变化，这个是特别短的，就抬的比较角度比较大的，然后还有这个稍微短一点的，抬的角度比较小的。再往上抬，一定要注意这个长短变化。手拿这个手机，这个头就可以朝向这边，就可以往这边看。一般的动作啊，比如说拿个手机，拿个水，拿本书，这种日常拿东西的这个动作呢，主要考虑的是手肘的动作。从侧面看，这个是侧面。如果画侧面的话，头呢也给它一个角度的变化，让它往下低一点，往那边掰一点，然后底面就露出来了。另一侧的肩，另一侧的上臂，稍微的往前来一点点，前臂。然后手肘的位置大概在胸腔的底部，胸腔的底部看，这是确定上臂的长度。一般动态下你就可以胸腔画多长，然后决定这个手肘在什么位置，然后前臂到手掌的这个位置，这两个长度是相等的。这个不要讲的太复杂，我们就大概其知道，这段长度和这段长度差不多就可以了。只要不出现特别严重的比例失调的问题，都能够接受。你看，一般我们看手机的时候，手臂的上臂的摆动不是很大的，主要动的都是前臂，一定要注意前臂的这个运动规律。那么这个是上下的，拿个东西，你看这个长度基本上差不多的。从侧面看的话，它这个上下摆动其实就是前后。我们从正面看的话是前后。如果说这个前臂往回摆，那么上臂呢也动的不多。这是一个胸腔，这是一个上臂，上臂的长度，手肘的位置。它往前来的话，那要考虑这两个手在什么位置。如果说手在这里，就是把手机举起来，两个手拿着手机，然后你把这块接上就可以了。这一段距离是固定的，你就手的位置对了的话，把前臂接到这里来就可以了。然后往前来和往内侧拐和往前上下的摆，动态变化大概规律是这样的。如果要往外打开，注意啊，往外打开的时候尽量不要出现这种动作，不是做不出来，就是做出来之后看起来有点奇怪。那怎么样让它不奇怪呢？如果说手臂想往外打开的话，手肘离开身体，然后把上臂往外摆一些，然后前臂不要画太长，这样就看起来就自然一些了。如果上臂不摆出去，那么前臂就不要摆出去太多，前臂就可以画短一点，这样也是自然的。就是千万不要上臂不动夹在这里，然后前臂往外摆得很大，看起来不舒服。头往哪边转，下巴就靠近哪边的筋，然后确定好它的朝向，连接它的颈部到肩部，然后胸腔和胯再来一点相对的这个角度变化。这边呢画一个胯的侧面，这边是胸腔的正面，这边是脸的正面。这个中轴部的动态，中轴加上肢的动态就出来了。就是人体动作的话呢，主要记住这几点，我们就能够画出一个动态相对比较自然、比较真实的这个动作了。再回顾一下啊，主要就是前臂的运动，上臂摆动不大的时候，前臂就是上下，然后往里往外。如果往外摆开太多的话，那就把上臂摆开，就这么一个特点。然后呢，就是头的动作一定要注意头的朝向和胸腔的朝向。头和胸腔有变化，胸腔和胯有变化，那么这三个铁块呢有动态了，它就容易画的生动自然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是头、胸、腹部、胯部、肩。那么我们让这个站姿啊，假设这是一个站姿的人，这块胯抬高，
腹部侧面呢稍微受点挤压，因为腹部是柔软的，它受挤压就会隆起来，形成一些褶，然后拉伸它就会被拉平。这边的胯抬高，这边的胯降低，中线斜过来，胸腔也可以稍微的有一点角度的变化。那么颈部的根部呢，其实是会跟着过来的，所以说头也会有一些动作角度的变化。我还是让它往这边转过来，斜过来，这个头是朝下的。那么这个手臂还可以做叉腰的动作。那么手臂叉腰的时候呢，这个正常的长度啊，我们先画一下正常的长度。正常的长度，手臂是这么长的。那么叉腰的时候，也就是说手要放在胯这个位置。那么这一段和这一段连接的手肘就会支撑出去，上臂会往后走一些，前臂往前来，这样就合理了。从侧面看，胸腔是这样倾斜的，胯是这样倾斜的，这边能看到底，这边能看到顶，这样的话它就这一侧就有挤压。这是后脑勺，这是头的底面，这样的话这里有一个动态。然后手在这儿，从这个没有动作的时候，这样手肘在这里，前臂在这儿，这个手在这儿。那么它有动作了，上臂的长度就往后摆一点，往外摆一点，所以说能看到这个圆柱的底面了。这是手肘，确定好它的长度，然后把这个前臂的圆柱拐回去，它就有空间了。这个手肘是能够感觉它是支出来的。这就是叉腰的这个动作。下面呢，我们通过一些题目编一些人物的动作。编动的时候呢，看一下怎么把这个体块的运动的规律运用进去。先来画一个弯腰打扫卫生的保洁员。那么其实这个动作呢，不仅限于这个保洁员，所有人打扫卫生都会弯腰。那么弯腰的时候的动作呢，都是差不多的，就看他具体干什么，是扫地还是拖地，都属于打扫卫生的范畴。那么在你的画面中，如果出现同学大扫除，那么这个动态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弯腰的话呢，胸腔是前俯的，往前俯。我们先画一个俯身的这个方块，它是朝下的。那么头呢，也是朝下的，它得往下看，才能看到地上有没有什么东西。然后两侧的肩受一点挤压的腹，然后是，那么很显然这个头胸胯有动作，但是呢并不多。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头往这边转一点，靠近这边的肩，转的偏正面一些。哎，这个动态就看起来就更自然了。然后再来看一下手臂，这个头跟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就是一样的。然后再来看看手臂，那么弯腰打扫卫生，这个手是往哪去的呢？垂下来也不合适，往后摆呢也不太合适。那么正常来说，它应该就是在身体的前面进行一些这个扫除的动作，这个操作。那么两个手都伸到这里来，很显然它也不是很合适。这个柱体形成的这个手臂呢，没太有什么动作。那么再想一下，打扫卫生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假设如果是拖地的话，手会一前一后，那可以先画一下这个拖把，一个拖把往哪？如果是这么拿着的拖把，那么这两个手，一个手会在这里握着，然后另一个手呢会握在这个后边。手的位置如果先确定了的话，这个手臂就往前伸了，然后这边的这个手臂，它就要往后伸。这个动态就出来了。我们把这个人呢稍微画一下，低头，耳朵的位置高一点，大家能低下头了。然后俯身，这个胸腔的中线是往这边倾斜的。
这动作就出来了。如果给它加上衣服的话，看他穿什么衣服，穿一个帽衫，然后衣服袖子撸上去。如果比较宽松的话，到这里会产生这种垂坠，这种衣褶。打扫卫生很热，把这个袖口呢完全都撸上去。然后腿呢也可以前移后，裤子上呢可以有兜，侧面但是偏前面一点，这种兜比较方便去这个往里装东西伸手。在这里呢，我们既运用了规律，找了这种柱体的朝向，也注意了比例，然后呢又注意了按照这个动态的特点，把这个动作画的生动一些，它有纵深，有朝向变化。那么还是这个弯腰的初始动作，我们也可以把它的头往这边转，就是正面看到的更少了，这是颈部，这是胸腔，然后胯部往这边转一点，正面的变得更多了。是在这个题目的基础之上，然后一个初始的一个弯腰的动作，在这个动作之上再进行腹块的朝向的变化，这样的一个动作它就设计出来了。然后如果是扫地，这个手臂呢要往前伸，最好上臂的长度比较这个胸腔的底，上臂再回来一点，因为手肘这里要有动作，要有弯曲。如果上臂抬太高的话，这个前臂就要抬得更高，抬更高的话就不方便扫地了，这个笤帚就抬起来了。这样才能扫地。然后这边的手臂可以干什么呢？如果这边扫了的话，这边呢就端着那个簸箕，然后这个手臂就可以短一点，这个前臂短一点，它就有纵深了，它就有空间了。这4个手臂呢，不是这2个手臂的4块圆柱呢，长短它就有变化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呢也出来了。就生动自然了，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中线，这个头呢比较偏侧面。这样去考虑过之后呢，你再画人的时候就不会去，把每个人都画的一个角度，就所有人都是一个角度，你会能够画出更多、更丰富的角度变化。两个腿之间呢不是紧挨着的，两个腿之间呢是有一块空的。那么我们再画一个，吃零食的一个动作，坐在沙发上，他的胸腔微微前倾，腹部受挤压，这是中线。那么这个动作主要应该体现在他的手臂上面，这个手呢往嘴里送东西。那么先确定好这个手的位置，吃什么呢？比如说吃薯片，那么手拿起薯片往嘴里送的时候，这个手的位置应该在这儿。那么手的位置在这儿的话，你看一下上臂多长，本身呢上臂大概有这么长，然后往前抬，从这儿过来，那手肘的位置呢大概应该到这儿。然后这个手臂是在外侧的，从正面看的话，这个上臂往前抬，它不会往里边走太多，然后前臂是往里边走的，也就是从外侧的这个视角能看到前臂的圆柱里面，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在画这种动作的时候，还有就是玩手机，手机呢不用抬那么高。那么玩手机的话，前臂上臂到这儿就够了，然后前臂到这里，这样的话呢就够他看手机的了。但这个头呢会往下低一点。如果喝水的话呢，也会抬得比较高。喝水的话，胸腔会再向后仰一点，这样的话好往嘴里面倒这个水。可以先画矿泉水瓶，然后再画手，注意上臂的长度，这样它就合理了。这个动作它就合理了。像这种手臂长度不好去控制的时候，它有动态手，先把手的位置确定了，手和头的相对位置确定了，那么你再画手臂，它就很不容易出错。
胸腔向后仰的动作，坐在凳子上或者地上都可以。中线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肩头。那么头给它找点角度变化，头画一个偏正面的，微低的，低下来的话，下巴和这个锁骨离得就比较近了。那这个手臂呢，可以做什么动作呢？正常如果垂下来的话，这个手会在这儿。那么这个人坐在凳子上的话，这个手呢，给它放在这个台面上，长度不会压缩，但是动态会变。这样的话，这个手就拄在这个凳子上了。好多人在画这个翘二郎腿的动作的时候呢，会出现较多的问题。这个小腿，这个腿搭在这里之后呢，这个方向它就不会是直的了，它就是往外抬起来的。所以这个小腿的柱体朝向呢，一定会能看到这个面，下面这个面它才能抬得起来。然后摞在上面的话，一个膝盖，另一个膝盖，两个膝盖摞起来的话，它是有这种高低差的。这个高度不够的话，它就摞不上去。那么胸腔向后仰，头往另一侧偏，就让下巴靠近另一侧肩。这是头的底面。手肘、前臂，看手机，头偏过去了，这个手臂就不用太往身体前面来了，所以说这个前臂的长度呢就变长了一点。设计动作的时候一定要带入进去，你是一个这个角色，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动作特征，然后就是画的时候注意好那些规律，把这个规律自然的运用进去，那么你就能够默写出来一些动态自然的人物了。